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现在又在外面拍点东西。今天午夜，我将赶往我们本地的机场，是杜塞多夫机场。明天早上6点钟，为什么我午夜就走呢？因为呢，大概凌晨3、4点左右呢，没有公共交通，所以我就提前两个小时吧，到机场去多等2个小时这样子。从杜塞多夫，然后呢飞往葡萄牙的首都里斯本，从里斯本飞往巴西的里约热内卢。大家肯定也知道，就是巴西原来就是葡萄牙的殖民地。你看，巴西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，好像有大概差不多600万平方公里左右吧，其实挺大的，比它呢原来的母国那个葡萄牙大多了。我这次呢，先前往南美，大概差不多1个月，然后呢，从里约飞往纽约，纽约对，在那里也待半个月左右吧。其实我并不是崇拜美国的一个人啊，我只不过呢，这个疫情之后，我想去看看，因为上次去我是2019年，想去看看到底那里3、4年之后有什么变化？也许这是最后一次去美国了，也不知道啊。这次呢，我从德国赶往巴西，然后巴西的那个总统就赶往南非，然后咱们国家主席习主席也赶往南非，参加那个南非那个金砖的峰会。德国的媒体都做了报道，真的每一家媒体都报道了那个金砖峰会。当然，这语气是阴阳怪气的，因为呢，习主席是很少外出参加什么重大国际会议的。这次呢破例，所以德国的媒体呢特别的重视。然后德国媒体用那题目是吧？习近平想利用这个峰会来打造新的国际秩序，或者呢是打造跟 G7的一级吧。然后说习近平呢有一种很大的野心，反正呢，西方媒体或者德国媒体没有什么好话，都是阴阳怪气的那些话语。我看了读者的那个评论，也是大部分都是负面的，所以我今天本来就很忙，然后呢，我就想算了吧，我就先不翻译了啊。我等到了巴西之后，我有时间，然后呢，才从巴西那边给大家做一些节目。上次我去巴西，还有去南美的，比如说智利、阿根廷，是10年前。我看了一下我原来那个飞机票，真的刚刚是10年前。当时呢，1欧元比那个巴西的雷亚斯吧，当时1欧元是换2点多，现在1欧元是5点多，相当于贬值了60%左右吧。原来是2点多，现在5点多，那就是原来一半那个价值都没有了。我看了一下，就是贬值最厉害的还是阿根廷的货币比索。原来我记得特别清楚，2013年的时候啊，应该是大概是10月份吧，我去，当时银行的那个比价是8点多，跟当时的人民币差不多的。而现在呢，变成了300多。由8点多变成300多，你看看阿根廷人民的那个财富流失有多严重啊！我还想说回来，这次呢，我去纽约，我办那个美国的签证。好，有的网友有几个，我发现在我看他评论的时候，说我怎么样崇拜美国，其实我真的没有，我就是想，一个是去看一看变化，刚才说了，然后呢，用我的相机记录一些美国的东西，不管是它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好，反正我想记录美国真正的真实的东西。可能我这次呢去纽约之后，我还会从机场开始就买那个地铁的，它是原来是按照星期的星期票，每星期它是7天，然后7天的买这样，我可能要买2、3张吧。当时我记得啊，4、5年前吧，我去的时候好像是30多美元一星期，不知道现在多少了。
有很多人说纽约的地铁啊非常的危险，怎么样？其实我去坐过无数次，目前呢一直没有出过什么问题。当然，我也希望这次呢没有出问题啊。我为什么去巴西呢？其实还是想看看10年之后我原来去过的地方有什么变化。巴西当时很多人说非常的危险，叫我不要去。我可以实话实说啊，我一个人，真的是一个人，走路我上去了那个贫民窟。那个贫民窟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巴西那种黑帮的电影，听说是非常危险的。但是呢，我上去之后，我觉得当地的人呢非常的友好。我记得是有一个小伙子呢跟我那个交谈起来了，然后呢他带我转了一圈。我去的那个贫民窟有一个 Michael Jackson。迈克尔·杰克逊他的那个雕塑像的啊，应该是铜的吧？听说他在那个贫民窟拍了 MTV， 所以当地的政府吧，可能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广告，然后呢帮他塑了一个像，立在那里。这位贫民窟的小哥就带了我去那个地方，然后呢没有向我要小费啊，而且我也没有遇到什么危险。同时呢，我自己在那个贫民窟里面转的时候呢，我也进了人家的家里面去看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的。好像我觉得，我见过的贫民窟跟大家描述的完全不一样。我没有觉得在那个地方有多危险，真的没有觉得。当时啊，我上贫民窟的时候，上去之前吧，那个山脚下，因为那个巴西的贫民窟都是在山上的。在山脚下，我看了有警车，有几位警察在那里，然后我就问他，我说我是游客，我想去那个贫民窟上面去看危不危险。他说你可以上去，因为我问过警察，他说没有事情，所以我才上去的。后来上去之后，真的我觉得还是这种体验还是真的不错的。哦，对呀，就是我出去，我觉得并不是度假，而是我是去体验。比如说，我去过很多穷的国家，像非洲的、东非、西非的，我都去过。还有那个毛里求斯这个国家，这个岛国我也去过，也是非洲的啊，在印度洋海中的一个国家。那个国家好像只有几十万人口吧。旅行的时候才觉得德国的护照还是蛮好的，就是一般来说，很多的国家不是免签就是落地签。像去巴西啊、南美啊，还有美国，美国这里是一个特例啊。美国原来就是虽然德国是免签国，但是呢也要办理那个网上的申请，相当于一个签注一样吧。因为我原来去过古巴，所以我如实回答了，然后呢就没有让我过，我只能亲自呢前往柏林跟大使馆的人说明。有的网友说，为什么你有2本护照，你那个护照上面盖章呢？其实我当时没有那么想，没有想到这一点。我知道，就是如果我去古巴的话，可以叫他不要盖章在那个护照上面。但是我是大概5年前、6年前吧，其实之前我也去过古巴。然后呢，我在网上申请这个去美国的，这个叫 ASTA 是没有问题的 ，ESTA 是没有问题的。这次呢，它多了一个问题，就是最近你有没有去过古巴？还有利比亚，像这些国家，我如实回答了，然后呢就没有让我过。我刚才说了，这是新的情况，但是我觉得像这种，因为美国它的情报系统非常的发达，如果你不如实填写，然后他到时在海关他知道你，就不让你进去，所以我就如实回答算了吧。这次虽然是好事多磨，但最后呢，我还是拿到了这个10年的签证。其实这次去南美，我还有一个想法，就是想今后自己退休之后，可能半年住在德国，就是天气最好的时候住在德国，然后呢，可能回中国也住2、3个月，然后其他的时间可能在世界各地跑一跑，
比如说在有些地方长期待下来，也待2、3个月这样。所以我现在选一个是物价不是特别高的地方，另外一个呢天气也比较好，气候也比较好的地方，比如说中南美洲一些国家，或者是北非都有可能。我发现呀，原来我的计划去南欧的，比如说西班牙呀、葡萄牙，现在我有些改变了，因为呢，我发现这几年啊，像西班牙，它的房价、房租啊上涨特别厉害，所以这个真的计划赶不上变化。像我们这种呀，又没有完全财富自由的人，所以要注意就是物价，也就性价比吧。所以这次呢，可能要去这个南美去看看到底今后那个地方怎么样。目前我觉得哈，它那性价比还是挺高的。巴西的物价并不是特别高，我是说呢，跟德国的比起来，它的物价应该是跟中国的2线城市差不多吧，像那个里约啊，还有圣保罗，应该是跟国内2线差不多，应该比那个国内的1线要便宜。另外，我去巴西呢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上一段时间吧，我看了一个皮尤研究所的，访问了24个国家的人对中国的好感度，或是对中国的观感如何。我发现呢，在被采访的国家中，巴西对中国的好感度还是蛮高的，好像有40%多。最高的是2个非洲国家吧，一个是尼日利亚，另外一个呢是肯尼亚。然后第3就到巴西了，还有阿根廷，这2个国家对中国好感度都不低。所以呢，既然他们对中国人或是对中国有好感，我也觉得我也对他们有好感，大家都是互相的。另外呢，我这个人还是比较喜欢旅行的，我觉得旅行呢可以开阔自己的眼界，另外一个呢可以通过对比呢，让我更加珍惜我拥有的一切。比如说，当我去那些比较贫穷的国家，或是比较混乱的国家之后，我就觉得哇，一个是中国，另外一个是德国这边，也真的有的时候真的像天堂一样了啊。比如说吧，就是我去过非洲一些国家，它的物价呢，我觉得比中国还高，因为它那个物质比较缺乏，什么工业都没有，所以很多东西都要进口，然后呢，公共交通也不发达。所以你一去那个地方的时候，一到飞机场，出了那个海关之后，连公共交通都没有，你要打车。然后呢，当地人可能有的那种人呢，又不是特别讲信用，然后又要跟他讲价啊什么之类那样的，反正特别累。然后呢，对比自己的，比如说德国啊，还有中国，从机场进市区，反正都有自己的公共交通系统，所以通过这样对比之后呢，我就更加珍惜了自己，比如说我在的德国，还有我自己原来祖国中国啊，真的觉得这2个国家真的很不错啊。另外一个呢，像有些我去的非洲国家，真的什么都没有，人民的生活特别的困苦，所以这样一对比呢，让我觉得，哎呀，生活在德国还有中国这样的国家真是太幸福了。所以，我不理解有的人呢喜欢在网上抱怨这样抱怨那样，然后说中国这样不好那样不好。我还是劝有些人啊，就是如果你有机会或者没有机会，也可以创造机会呢，去别的国家去看一看。然后呢，通过对比之后，你真的肯定会更加珍惜你自己拥有的一切。那个人在那里干嘛呢？后面那个人在拍打什么东西？你看，光着膀子，从这些穷的国家，比如说回到德国、回到中国的时候，一踏入海关，就觉得有一种回家的感觉，有一种呢解脱的感觉。我真的感叹，经常感叹啊，就是人出生在哪里，这投胎也是一种技术活。现在我特别感触特别的深。因为有的人，比如说你出生在怎么说呢，鸟不拉屎的一些国家吧，好像有点不太恰当啊，这用词。就这个意思吧。你出生在那个国家，即使你再努力，你也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。
比如说你出生在阿富汗呐，如果是女性的话，那就更惨了，对不对？所以，我外出那个旅游啊、度假体验的时候，我每次真的回到德国或是回到中国，我真的都特别的感恩，觉得我还是比较幸运的人。我相信呢，坐在电脑前或者手机前观看咱们频道的人，大多数或者大家都是很幸运的人，让大家能够安安静静的看着油管，享受你们的生活，对不对？好了，那今天我就是给大家报个到，因为呢，明天我一天都在飞机上面，大概10多个小时吧，然后到那边之后要从那里的机场进入市区，我可能准备做一个那个 Uber 叫什么汉语？我一下想不起来了。然后进入市区，入住我不知道到底有多久，所以可能来不及做节目。今天我就跟大家先报个到吧，哈，大家知道我到底去哪里了，干嘛了，对吧？好了，那下期我就在巴西跟大家见面了啊！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期见。